小暖。一个是 exposed， 然后人可以转推，人可以点赞，其实这些也是一种投票，对吗？对。在那个 Reddit 也是更明显的，就是有那个 upvote 和 downvote，所以可以说就是一种什么 micro democracy，就是有 macro democracy，就是宏观民主，也有一个 micro，就是那个小型的民主，对，所以其实这个区块链生态需要的和这些社交媒体需要的和这种大规模的那么政治的东西需要的。其实都是不同的这个democracy 的applications。哇，这个资讯量很多，而且我非常感动哈，就是我虽然已经是 Vitalik 的粉丝，然后是 Ethereum 的用户，但有很多概念我也是第一次知道。科技、创新、娱乐，各种新奇有趣都在宝博朋友说。嘿，你听宝博朋友说了吗 Hello V 神来了，这是我第一次改变我的开头词啊哈！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一集，也是宝博士美梦成真的一集哈！欢迎来到宝博朋友说，我是葛如君宝博士。这一集呢，不只是宝博朋友说的里程碑，也感谢各位千万粉丝啦哈！可能也是今天这位超级重量级来宾的里程碑。据说这会是他史上第一场全中文的 podcast 访谈哈！感谢大家的帮忙，促成这一集非常难得的对谈哦！相信千万粉丝现在也跟我一样战斗跟兴奋，马上就来欢迎今天的大来宾 Vitalik Buterin 维塔利克·布特林。好啊，多谢谢你哦。好，这个我们在网络上都看到了，就是维塔利克，我想英文名字还是可以叫 Vitalik 啦哈。对 ，Vitalik 这个不只会说中文哈，还会唱中文歌，然后据说他的中文还比唐凤流利，新闻是这么说的。好，那我想在一开始，刚刚这个 Vitalik 跟大家打招呼哈，那我们的节目的惯例呢是，不管谁来了，我们都要给他起底一下哈，认识一下他哈，所以就算是 Vitalik 来，我们还是要来认识他啊。Vitalik Buterin 哈，维塔利克·布特林哈，2亿加拿大城市设计师及作家，以太坊也是现在全球第2大区块链的联合创始人哈。出生于1994年啊，这个电脑神童，4岁拥有第一台电脑哈，7岁的时候创建了一个兔子百科全书，10岁的他就被认定有数学、程式设计的天赋，3位元素心算哈，总之就是我不太懂的东西，他就已经很会算了哈。那12岁的时候已经可以用 C++ 语言写游戏给自己玩哈。13岁到16岁的时候呢，他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经历，引导他进入新的人生哈，就是沉迷于电玩。沉迷不算是一个太好的中文的词哈，但是就是很投入啊，很投入在电玩的游戏世界，叫魔兽世界 World of Warcraft 啊，那直到电玩发行商暴雪呢，取消了他最喜欢的术士角色 Warlock， yeah, 这个生命虹吸技能叫 Life of Siphon， 大家可能比我懂了啊。那这个开启了他区块链的封神之路哈，因为他觉得一个中心化的公司怎么可以把我的法术拿走呢啊？那24岁以后身家破兆，登上财富杂志。40岁以下影响力人物排行榜第22名。好啦，好，这个有没有什么我们没说到的？比如说小时候很得意的事哈，或者觉得不要讲那么多天才的事，要讲一些别的啊，也可以。有没有补充？不知道啊，就是我从出生到18岁的人生，就是18年，在18年里面很多事情会发生，所以现在说那些是最重要的呀，
比较难。每一件事都很重要了哈。是的，对，生活的每一瞬间是非常重要的。对，就像区块链的每一个区块都很重要啊。对对，连接起来，对，都有珍惜的，一个都不能删掉的。太棒了哈！那我想呢，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的重点了哈。好，今天的问题也不能说严肃，而是说，我觉得对宝博士来讲，或对各位千万粉丝，或者是Vitalik 还有所有的听众来说，可能都很重要了哈。就是跟我们的未来有关哈。那首先第一题呢，我们先想要请教一下，就是你有没有关注台湾选举的新闻？因为您这一次到台湾大概是1月16号，是选举结束的后3天哈。这个有没有关注到我们的选举选出的结果？那这一次不管是不是总统，还是说这个所谓的国会的比例等等哈，这一次的选举的这个状态，你有关注吗？这一个结果对台湾的民主，你觉得代表什么？对，我们英文有个句话，No news is good news，就是在很多的情况下，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发生，这个本身是一个很好的消息。我们最近在各种选举和民主的过程，就是最近都发现有很多各种问题，就是比如上次在美国有那个情况，就是那个川普他输了之后，都一直没认输，都安排了那个群进去他们的不知道叫什么国会院是占领国会，对那种地方，对，所以这里在新闻上，我记得有很多人害怕，有很多人在说会不会有什么特别非常不好的事情发生，或者会不会有什么非常严重的什么 misinformation 的那种问题。然后那个选举发生之后，就是至少从我的外面的角度来看，就是其实没有什么很坏的发生，就是已经有了一些问题，因为总是有一些问题，就是在这种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出一些问题就是人生，但是从外面看起来比美国更健康，比很多其他的地方更健康，所以一个民主的过程这么成功的发生，也是一个可以恭喜的事情。哇，真的是中文非常流畅啊，比唐凤流畅没有啦。我想这个我完全同意啊，因为在选举前，因为我们这一次经历了所谓的3组候选人的经典状况，在台湾我们把它叫做三角都台语叫沙卡都那三角都的这种选举状况，在经济学家或者是在过去的学术研究，或者是选举或政治的研究里面，其实一直都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状况。对，之前台湾2000年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次，宋楚瑜连战跟陈水扁，那最后其实陈水扁是以39% 39% 的支持度获胜，那另外2组候选人就输了。那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在这个 Glenn Weil 我们一直在讲的激进市场的梳理，他也提过这种情况，他也举了一个例子是川普跟希拉蕊的那个时候的选举，也是三角都吗？你有印象吗？可能不是，在美国不是，因为在美国有一个非常稳定的这个两党的制度，对，就是有一个很著名的经济学的定律叫Duverger's Law， 就是在一个这种传统的投票制度里面，一个很必然的结果就是会有2个主要的党，然后第3个党进来非常难，因为如果有一个第3个党进来的话，那
每一个选民会想，就是这个新的第三个人的胜利的概率很小，所以他最关心的还是这两个已经主要之间就是谁更好谁更坏，所以每一个人会选择第一个或者第二个。因为每一个选民分开会这么想，所以每一个人都不会选第三个，所以第三个都没有机会了。对，就是那个Duverger's Law 的理论。所以在美国，他们的制度是实际上可以说是一个两层的，就是有两个党，这个共和党和民主党。然后每一个大选就是这两个党之间有一些其他的党，就是两个最大的就是那个 Libertarian Party 就是自由党和 Green Party 就是那个绿色党，但是他们总是会受到的很少，就是可能1%、2%那种。然后共和党和民主党里面也会有很有意思的事情在发生。就是我觉得，其实民主党里面的过程是比较中心化的，就是对比较那种就是精英控制的。然后，但是共和党的总是会有很多人，他们总是会有这种 primaries，也会很有意思的，就是这次有什么有个川普，还有那个 Nikki Haley， 还有那个 Vivek，Ramaswamy 和Ron DeSantis 和一些其他的，对，所以这个。两层的制度并不是一个什么美国的创始人安排的或者想到的东西，就是这个制度的一个incentives 的一个激励的结果。对啊，但是在这里有3个党，就是3个党都有机会，是挺有意思的啊。所以其实我们面对到的是民主一直不断的在发展，我们发现了很多原本的民主制度设立的时候没有想到的状况啊。对，一个状况是2个大党不断的这个互相 PK， 让小党没有生存空间。那台湾现在呢是民主灯塔哈，我们有3个党，但是呢彼此 PK 以后，反而这个胜出的党得到的这个支持率是比较小的。这其实都跟民主制度，甚至跟投票制度，还有我们对民主的愿景到底是什么有关哈。那我想今天为什么访问到 Vitalik， 我真的是感动到内心在流泪哈，原因是。当初我为什么爱上区块链啊？就是因为我在这个2018年、19年的时候，虽然那个时候我已经买了第一颗比特币啊，但是对于区块链的认识没有那么深。但在18年的时候，我在网络冲浪哈 （Internet Surfing） 的时候，看到了以太坊的基金会的网页，有一个，因为那时候我知道有智能合约嘛，哈 （Smart Contract），然后我就想要去学。那你要学一个东西，就是要去找那个教学页面，好 tutorial。那找教学页面就要去官方网站找教学页面。好，那个时候的官方网站就是 Ethereum.org。那我在 Ethereum.org 底下看到了 tutorials，然后呢找到了竟然有一个 tutorial 就叫做 How to Build a Democracy on Blockchain 啊，如何在区块链上建构民主。Oh my god！ 我那时候就是我不知道中文五雷轰顶听得懂吗？就是 Five Thunders just hit my brain。对，那我觉得哇，这就是我一直在追求的，因为有一些人说民主就像星巴克。啊，不是最好喝的，也不是最难喝的，对，它只是你现在买得到最好买的。对，就是那个 Winston Churchill 说的，就是最坏的那个治理的体系，除了所有其他的之外。对呀，所以我一直在脑海中从很年轻的时候就一直在
追寻或追求跟探索，就是到底有没有一个新的方法，或者民主的下一个版本是什么哈？那我想作为以太坊的创办人，我相信你也非常关心这个问题，你才会在那里有这样的一个思维。我今天来的时候我也查了一下，不只有 tutorial，你们甚至还有不知道有一个 blog 现在还在，叫做How to Build a Better Democracy Under 10 Line of Codes 你记得呀？对。如何建构一个更好的民主？写10行以内的程式嘛，哈。那所以我想问 Vitalik， 作为以太坊的创办人，民主对你来讲是代表什么？然后民主的价值跟区块链之间有什么关系？对，比特币是第一个区块链的一个系统，然后比特币的原来的目标就是很简单的，就是他们在做一个货币。对吗？就是有一个货币，就是叫比特币。那个货币有一个就是限制的数量，就是那个2100万个币。然后他们就是在做一个支付系统加数字黄金。所以这两个东西就是这个系统的目标，但是其实中本聪同时发明了两个东西，就是第一个东西就是这种新的支付系统和这种新的资产，就是这个概念就是可以在互联网上从零开始就直接做一个新的资产，然后这个资产会有价值的。其实我第一次听到比特币的时候我没有信，就是我第二次听到的时候才开始多研究一点。对，就是一个就是从零怎么可以做一个有价值的东西。但是他做的第一个东西，他做的第二个东西就是区块链这个技术。区块链这个技术就是一个去中心化公司的方法，就是有一个网络，在这个网络里面有很多节点，然后这些节点可以一起运行一个可以说共同的数据库，就是或者可以说一个去中心化的一个 hard drive。然后在这个 hard drive 上面就可以保留一些信息，就是比如每一个人有多少个币，所以就是比特币的里面的两个东西。比特币出来之后，很快人就开始想，这个区块链这个技术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好的应用？就是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可以用区块链做的更好，就是同时更去中心化、更安全、更开放等等。第一个就是2010年出来的，就是 Namecoin， 就是一个去中心化的 DNS 的系统。就是 DNS 就是在我们的互联网里面，如果你去一个网站的时候，就是比如就是你们的那个 podcast 有没有网站什么 .tw 的 ？juchongcode.com 是 .com 好的，我的网站。好的，所以一个用户在一个浏览器输入这个 .com 的网站有一个这个 DNS 的系统，这个 DNS 的系统可以说就是一个 phone book， 就是他们有这个数据库，就是给每一个域名会放就是这个域名是什么 IP 的地址，从 IP 的地址就可以知道，就是如果一个人想去这个网站，他就需要联系那个具体的这个互联网上的服务器。对，但是这个 DNS 的系统是中心化的，是这个国家的什么政治控制的，然后是有一些组织和一些人控制这个整个系统，所以人在想能不能做一个完全开放的这种。所以有了 Namecoin 就是可能第二个这种区块链的应用。然后2011年、2012年的时候，大家开始了做更多的关于区块链应用的研究。有一个著名的项目叫 Covered Coins。对 ，Covered Coins 就是一个基于比特币可以自己发行自己的币的一个平台，就是比如
如果一个公司想发行链上的就是股票或者什么其他的资产，或者链上的什么美元或者其他的货币，他们就可以这么做。对，然后 covered coins 之后会有 master coin，就是一个更复杂的金融的那么协议，所以我11年和13年之间，我做了个 Bitcoin Magazine，就是那个的 B2B 杂志，对，所以我进去这个区块链的生态的时候，也是一个就是可以说是媒体的媒体。对对，我同时也研究了就是所有的这些平台，最后我发现，我觉得他们做的概念是好的，但是他们的方法是有限制的。我用过很多次的一个 analogy， 就是那个 Swiss Army knife， 就是瑞士那个军队的那个刀。瑞士刀。对对，那个瑞士刀就是一个小的工具，但是这一个工具里面包括可能10个、可能20个各种小工具，所以就是一个很好用的东西，但是还是一个有限的东西。对，因为就是可能就是你买一个瑞士刀，那个瑞士刀有比如20个功能，但是如果你以后发现你喜欢一个什么第21个一个新的功能，你就需要买一个新的刀。对，但有一个更好的方法，这个更好的方法就是做一个就是 general purpose programming language， 就是一个通用的一个程序语言。对，所以我开始想能不能做一个包括通用的程序语言的一个区块链。我开始想就是往这个方向，然后就以太坊的白皮书出来了，然后从这里这个项目就开始了。所以从比较早期，以太坊这个项目的存在目标就是不是做一个货币，其实这个项目存在的意义就是除了货币之外，就可以用区块链这个方法做什么东西。然后我是从这个就是从 B2B 开始的角度进去了以太坊，但是也有一些其他的联合创始人，比如那个 Gavin Wood， 他其实也没有怎么参加B2B， 他是从这个 open source 从开源技术的方向进来了，所以我会觉得以太坊就是 B2B 加这个通用的程序语言。他会觉得以太坊是开源的那个软件 open source software， 这个 decentralized hard drive 就是加这个有大家一起的这个存储的能力，因为可以从这个另外一个方向理解这个区块链是做什么的，就是我们有过open source software 的这个理念，现在已经40年了。但是40年前，甚至20年前，这个概念是比较简单的，就是你在自己的电脑上会跑自己的那个 open source software， 你可以自己下载，你可以自己 compile 等等。但是在现在的世界里面，大部分的有意思的人想做的东西都是 collaborative， 就是都是包括什么人和人之间的各种工作。但就是包括什么 collaborative editing， 包括什么社交媒体，包括就是各种东西。但是 open source software 这个概念，就是其实还没有 update 到这个新世界的需求，因为如果你有一个 open source software， 但是做这种人和人之间的应用会需要一个这个共享的一个 hard drive， 然后会有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共享的 hard drive 会住在哪里，就是谁会控制，然后谁控制，谁都有所有人的数据，谁都有什么，就是不喜欢谁就可以关掉谁的账户，就是其实他的权利也比20年前的那个 proprietary software 的公司的权利也高很多。
对，所以他会想做基于区块链的应用作为一种就是 open source like updated for 那个21st century。对，所以就是两个不同的方向，但是这两个方向的这个的重点就是一个。然后，对，好像我终于需要回答你的，就是对原来的问题，对，就是我们从早期以太坊的社区有很多人感兴趣做什么。思考货币之外有什么其他的什么，就是可以说什么 social technology， 什么社会技术，或者就是一些需要很多人一起用的的 application 在这种领域的里面可以做什么？然后一个区块链的从头开始的原则就是去中心化，就是我们想做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没有一个公司或者一个人或者一个很小的群控制的。但是如果我们想做一些货币之外的东西，如果我们想做一些更复杂的，就是有可能需要做什么更新的，就是会需要一直改变的东西，那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一个 application 的这个升级的过程是怎么控制的？所以我们都一直在研究，就是各种民主的方法，就是能不能做就是一个 application 的用户自己一起控制这个 application 的命运。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倾向于觉得民主这个东西就是一个跟国家有关系的，就是一个国家有这个投票，然后可能一个城市有可能这种政治的东西会有投票的，但是其实就是一个我们已经到处用的一个概念，就是比如那个社交媒体，对吗？就是你在那个 Twitter 或者现在 X， 你可以发一个是 X post， 然后人可以转推，人可以点赞，其实这些也是一种投票，对吗？对。在那个 Reddit 也是更明显的，就是有那个 upvote 和 downvote，所以可以说就是一种什么 micro democracy，就是有 macro democracy，就是宏观民主，也有一个 micro，就是那个小型的民主。对，所以其实这个区块链生态需要的和这些社交媒体需要的和这种大规模的什么政治的东西需要的。其实都是不同的这个democracy 的applications。哇，这个资讯量很多，而且我非常感动哈，就是。我虽然已经是 Vitalik 的粉丝，然后是 Ethereum 的用户，但有很多概念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哈。我们讲民主其实是 for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of the people， right？但是我们其实应该是要从 Vitalik 的说法是在资讯数位的世界或数位的网络上，连一个这么简单的概念都还没有被完整的实现。对。我们的 open source 好像看似 open 了，好像 for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of the people，但是当你一旦让它运行在这个网络上的时候，你需要一个 hard drive， 你需要一个线上硬碟空间你需要一个 ICANN 来控制你的这个 domain name，你需要很多很多别人的配合。那一旦如果别人不愿意配合你的时候，你可能就失去了这个东西。其实。我也常常在想，网络看起来很先进，但是我也是几年前突然意识到，网络的原始程度大概跟这个罗马庄园时代差不多，因为或者甚至是在台湾，或者是我们在亚洲做民主革命时代以前，我们其实以前的农夫是没有田的直到了孙中山先生说“耕者有其田”，less farmer owns the land，在那个之前，大家都不觉得自己需要田，我就帮别人耕种也就是说，在
区块链的这个 decentralization 的概念出现以前，我们的 programmer，我们的 developer，也不觉得他需要一个自己的田，也就是共享的国度啊，这个田跟地应该是属于所有人的。对。然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很有趣啊，就是 Vitalik 创造区块链，跟从民主的概念进来，其实他认为民主是一个工具，好像一个瑞士刀，而且最好这个瑞士刀可以变成各种不同的样子，去解决各种不同的问题。这也确实是民主在过去给我们的概念，就是投票，投票可以用在决定午餐要吃什么，投票可以决定班级的领队是谁，但投票也可以决定我们的总统是哪一位。对，但是在虚拟世界里，在数位的世界里，其实我们还没拥有这样的工具。同时，我们也还没拥有这样的意识，说我们需要这样的工具。所以区块链变成是一种可能性，去让大家发现我们其实可以拥有更多。就像我们以前不觉得需要拥有田，我们现在都很高兴我们拥有自己的土地。那过去我们不觉得我们需要民主的工具，因为这个庄园的主人决定谁去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但是我们现在有了民主的工具，那在未来我们会不会可以期待在数位的世界里头也有新的民主的工具，而且有更多人愿意加入，说我应该也要在虚拟的世界里拥有自己的或者共享的一块土地。那我想要请教一下，那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跟思维，然后也开始实作，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以太坊跟或者其他跟以太坊有关的开源的专案里头，有没有一些案例是实践民主的？还是其实这个就是像你刚刚所说的，比如说 ENS 啊，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例子一两个会想要补充，让我们去认识一下？那这个可能会需要就是加入一些就是更深刻的这个民主和自由的哲学的一些概念，就是比如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 private goods 和 public goods 的这个区别，对吗？就是可以说有这种就是共同的这个体系。和这个共同的体系的目标就是保护一个，就是可以说一个人权，或者可以说就是给一个人一个空间，给一个人觉得安全，在这个空间里面他有的东西，他会一直有的，就是他就是不会，就是明天一些其他的人改了想法就没有了，对吗？所以区块链就是会给很多这种guarantee，就是我可以给一个就是比较简单的例子，就是我有一个 blog， 对吗？就是有那个有自己的网站，我写很多东西，我好多年一直在发到两个地方，一个地方就是 Vitalik.ca， 就是一个传统的网站。第二个就是 Vitalik.eth， 就是用这个基于以太坊的 ENS， 和用 IPFS， 就是一个去中心化的那个 file storage 的这个系统。对，所以我所有写的文章在两个地方都是发布的。然后上个月我发现那个 Vitalik.ca 就已经不能用了，就是我去了一个网站，发现我就是 not loading。然后我研究了一下在发生什么，我发现就是因为我的那个 VPS， 就是我的那个服务器的公司关闭了。对，所以我做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的存在是一直是靠另外一个公司继续存在，然后那个公司没有了的时候，那个 Vitalik.ca 就是也没有了。但是这个 Vitalik.eth 是怎么做的？就是我在ENS 是一个以太坊的区块链上的一个就是智能合约，在这里上面可以发一个 hash， 就是32
12个那个字节的那个数字，然后这个 hash 是代表我的那个 blog 的那个主页，在那个主页里面也有连接，其实在IPFS 的系统里面那个连接也是一个 hash， 这个 hash 也会包括一些每一个文章等等，然后这些网页的内容都在这个 IPFS 上面，就是有这个不是一个区块链，但是是一个有一点类似的技术，就是有很多很多的服务器，很多地方都在存储那些页，所以。Vitalik 点 CA 就是现在不能用了，但是 Vitalik 点 ETH 现在可以用了，就是其实只需要一个人继续保持那些文章的内容。那如果有这么一个人，那可能100年后你也会可以去。对，所以这是一种就是去中心化技术给你的一个 guarantee， 就是你做一个东西，你可以一直用这个东西，不管其他的人就是继续喜欢你不喜欢你，会不会存在不存在等等。所以这种就是 guarantee 就是在这个 private property 和这种理论里面。但是另外一种就是领域，这个就是我们叫的什么 public goods 或者可以叫什么 common resources， 就是我们的共同的东西，然后这些共同的东西不是稳定的，是一直改变的，一直需要发展的，就是比如。在以太坊的生态，我们的以太坊的协议一直在改进，一直有新的version。我们22年9月份有那个合并，就是那个 merge， 我们从那个工作量证明搬到那个权益证明，对，从 POW 到 POS， 对这个变化减少了以太坊的那个电量的消耗，可能至少1000倍。对，所以从一个小的，就是可能跟那个奥地利这么的这种国家用的电量减少了到就是可以说0，对，所以就是区块链协议的改进的优点就是非常大的，但是需要就是第一需要决定。如果这个协议要改进，就是怎么改进的？就是谁决定？就是我们叫 EIP， 就是 Ethereum Improvement Proposal， 就是一个具体的一个改良以太坊协议的一个提案。对，就是谁怎么决定哪些 EIP 会进来，哪些 EIP 不会进来？第二个问题就是研究、开发、测试、安全升级等等这些 EIP 都需要很多资源，需要很多开发者，就是可能我们现在有几百个人在做这些事情。有些人需要有人给他们付工资，这些工资是从哪里来的？对，所以现在就是从一开始，其实这两个部分都是比较中心化的，就是一开始有一个小群的核心开发者，包括我 Gavin Wood， 就是其实那个以太坊的第一版，就是我和 Gavin Wood 和那个 Jeffrey Wilkie， 我们3个人，我们都一起去柏林，我们都一起做了一个就是3天的小黑客松，我们都就是我们把我们的所有的剩下的那个分歧都解决了，对，然后就最后那一个测试版就可以出来了。但是现在有好多开发者，然后以太坊开始的时候，那个以太坊的基金会就是那个 Ethereum Foundation 这个非营利组织，在有了这个 pre-mine， 就是在以太币里面一开始有对6000万个以太币是有了那个 crowd sale， 就是我们给很多人买了，就是如果你有1个比特币，你可以买2000个以太币。然后
1200万个以太币，就是基金会和一些早期的开发者，就是给他们的，然后其他的币都是挖矿的，对，但就是开始的，所以一开始的以太坊基金会得到了这个很大量这个比特币，但是这个比特币其实我们的那个 crowd sale 之后，那个的价格降低了很多，所以我们大概1年后就几乎没了。但是就是幸亏我们的以太币我们需要开始用我们的以太币的这个时刻，那个的价格就开始涨了很多对，所以就是just in time 救了我们。对，所以一开始都是完全靠了一个基金会，但是现在其实基金会之外有很多其他的组织在做，就是比如我们现在有大概5个客户端，就是5个不同的就是 software 在implement 这个在实现这个以太坊协议的规则，就是就像有比如这个互联网的有一些规则，就是这个 HTML、JavaScript、CSS 等等，但是有很多不同的浏览器，就是有 Firefox， 还有 WebKit， 还有其他的，对。我们有就是比如 Geth 和 Nethermind 和 Nimbus 等等等，对所以现在也有一部分的这些客户端的团队是基金会支持的，但是现在有很多是完全独立的。那个 Consensus 就是一个从开始就比较大的，那就是做以太坊上的事情的公司。他们现在在支持2个客户端，就是 Teku 和 Besu， 还有1年前或者2年前那个 Arbitrum 就是基于以太坊的那个。Layer 2就是一个扩容的项目，他们买了Prismatic， 就是也是一个做一个客户端的公司，所以现在有这种就是 diversification， 就是有不同的人和不同的钱在支持这些不同的团队，所以。如果你想参加以太坊的生态的这个核心开发的和研究，即使以太坊的基金会不喜欢你，即使我不喜欢你，你就可以去申请这些其他的人和公司。对，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就是慢慢的这个生态的民主化的过程，然后就是现在以太坊上面有很多平台在做一些自己的东西和自己的实验，还有一个这种 Layer 2，就是这种第2层的扩容的项目，也叫 Optimism。他们最近在做一个实验叫 Retroactive Public Goods Funding， 就是可以说是一个赞助的计划，但是他们不是就是正常的赞助的计划，就是我想做一些事情，所以我会申请，然后我会给你解释我想做什么。Retroactive 就是我已经做了一些事情，然后可以也从这个计划得到一些奖励。对，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比如现在有了3个那个 rounds， 他们的第3个 round 的结果刚才出来了，对，挺有意思的，就是那个 catch-up 就是一个我们在以太坊里面用的那个 hash function， 的这个那个哈希的那个函数的发明者，就是一个对，其实跟区块链自己就是没有关系的，就是那种比较 academic 的研究团队，他们就得到了，忘了多少，好像是10万和20万之间美元的一个那种 retroactive 的奖励。对，然后他们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这种2个这个 chamber 的，就是2个这个部分的一个投票的过程，再决定就是谁会拿到多少个那个赞助。对，所以在以太坊这个生态上面有很多有意思的这种什么
民族什么什么公共物品的这个融资的实验。对，就是总共来说，民主和这个自由，这个怎么说，就是这个哲学的一种领域。对，这个领域有这两种部分，就是一种就是针对给一个人这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面保持就是它有一些这种 guarantees， 这些 guarantees 一直不会改变的。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这个是区块链这个技术可以提供的。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怎么共同处理这种共识，对，这种共识和那种比较 subjective 的公式，就是因为在这个 subjective 的东西里面总是更复杂，因为最终是不能有一个完全自动的过程，就需要人做一些决定。但是大家现在在做一些很有意思的实验，在这个领域里面。哇，我刚刚听了还是非常感动哈。这个我想到的是两个中文字，叫朝代啊 ，dynasty 啊。我们现在在华文的世界里，台湾是民主化了哈，所以我们没有所谓的朝代了的概念啊。因为有了民主的工具，我们可以世世代代的透过共识传承下去。而民主的真谛，在刚刚 Vitalik 解释里面，我学校没有教哈，但是谢谢 Vitalik 教我，其实是两块核心，一块是个人个体的这个所谓 subjective 的或者是一个是个体的自由。他可以在一个地方，他可以有自己的发挥，他做他自己想做的事。同时，在更大的群体里，我们又有一些方法来取得共识。对，哇，那这个，所以我问他说，以太坊跟实践民主之间的关系，还有开源专案跟实践民主的关系，我觉得他其实回答非常完整。以太坊本身就是一个民主计划。他从3个人有歧义就是有不同的意见，到变成了一个消除了歧义，拥有共识以后，变成了基金会。从基金会呢变成又 Beyond 的基金会，有全世界有几千几万个人在开发，然后有好几个这个分线下去。那同时也在现有既有的网络世界里，又开创出了这个很革命性的这个 ENS， 就是把你上网的这个世界、网络世界的体验还有架构，变成逐渐的去思考，它有没有可能有一个共享硬碟，有一个共享的去中心化的分散式的方法来决定你的这个所谓的 DNS lookup 的这个 book 是 owned by everyone。那这个我是深有所感哈，因为大概1-2年前哈，我们家的猫咪过世了哈，然后我想要纪念它，它叫 Furbo 啊，然后我就想要这个帮他做一个虚拟的这个 website 永久的纪念他。结果我发现 GoDaddy 或者是similar 的这些domain name 的网站平台，我买 Furbo.com 或者是 Furbo 的这个 domain name，我最多只能付10年的钱。然后呢，而且我还不一定拥有它，对吧？它其实我是透过别人来拥有的。后来呢，我怎么办？我就去 ENS，我买了 Furbo.ETH。我买了100年，挺好的呀。所以我的猫猫呢，就可以在 ENS 在这个虚拟世界里头拥有一个它自己的园地，而且是真正 own 在我的手上。那这就是其中的一个应用。哇，刚刚已经听到了非常多精彩而深刻的 Vitalik 本人的思维了哈。接下来呢，我们还有更多对于制度、对于方法、对于技术的描述，请不要忘记哦哈。这个下一集持续待续啊，请继续收听。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宝博朋友说，我是葛如君宝博士。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欢迎点选订阅，下一集就会自动送上给你哦。不论你是在 Apple Podcast、Spotify、SoundOn、YouTube 或其他平台听我们的节目，欢迎给我们5星评价，按喜欢留言或大家小铃铛追踪订阅。那也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下次空见喽，拜拜。